如果你拿着地球一路往上比，宇宙里最大的东西到底会夸张到什么地步？太阳系里的行星之王木星顶多只算开胃菜，因为太阳一放进来，整个画面都会立刻失控，它大到根本塞不进去，你只能继续把视角往后拉，而真正离谱的还在后面。接下来你会看到的不只是行星和恒星，还有超大质量黑洞、星系，甚至那些横跨10亿光年的宇宙巨型结构。咱们先从木星开始，在太阳系里，它是最大的行星。木星大到什么地步？如果你把地球搓成直径12厘米的小球，那木星的直径大约会变成 1.35 米。也就是说，地球在你手里还像个模型球，木星已经快变成一个大号健身球了。但木星在后面很快就不够看了，因为科学家还发现过更夸张的气态巨行星，比如 ROX 42BB。 如果还是刚才那个比例，地球是12厘米，那这个家伙会大到接近一头大象或者一栋小房子那么宽。它已经不是那种正常的行星了，因为它更像一颗没能真正点燃的失败恒星，只是外表还套着行星的壳。说白了，从这里开始你就已经能感觉到了，地球在宇宙里不只是小，而是小的很快就会失去存在感。但真正把尺度拉开的还不是行星，而是恒星。太阳是太阳系里最大的天体，它的直径大约有140万公里。如果地球还是那个12厘米的小球，太阳会直接膨胀到13米左右，差不多就像一辆校车那么大。也就是说，你手里还拿着一个地球模型，太阳已经大到得停在院子里了。而且太阳不仅体积大，它几乎占了整个太阳系 99.86% 的质量。所有行星、卫星、小行星、彗星加起来，在它面前都只是零头。但就算这样，太阳在后面依然只是中等身材。比如天狼星 A， 它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之一，不是因为它最大，而是因为它离我们够近。它的体积比太阳大 1.7 倍。如果按刚才那个比例去看，它已经会膨胀到22米左右。但这还远远不算夸张。再往后，恒星开始进入真正膨胀的阶段，像一些红巨星，直径已经能达到1200万公里。这是太阳未来的结局之一。大约60亿年后，太阳也会膨胀成这种样子，直接吞掉水星和金星，甚至有可能连地球一起吞进去。再大一点是大角星，它的直径大约有1800万公里。你甚至可以沿着它的横截面并排放下25个太阳。可就算这样，它在真正的超级巨星面前依然只是过渡。接下来这个名字你肯定听过，参宿4，它大约是太阳直径的700倍。如果把它扔到太阳系中心，它的边缘可以一路膨胀到火星轨道之外，甚至逼近木星。这已经不是恒星大一点了，这是直接把整个内太阳系一起吞进去。而参宿4还不是最大的，真正离谱的是史蒂文森218，这是目前已知最大的恒星之一。如果地球还是那个12厘米的小球，史蒂文森218的直径会变成 28.3 公里，差不多相当于3座珠穆朗玛峰叠起来那么高。如果把太阳换成它的边缘不会停在木星，甚至会一路伸到土星轨道之外。水星、金星、地球、火星、木星、土星都会被它一口吞掉。如果你坐飞机以每小时900公里的速度沿着它表面飞一圈，飞完要1500年。到这里你会发现，地球已经小到像一个完全可以忽略的点。但就算是这种级别的恒星，也还不是宇宙里最大的东西。接下来出场的是黑洞。黑洞这种东西很特别，它不一定在尺寸上永远最大，但它的质量和密度会夸张到完全不讲道理。比如 TON 618，这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。如果按我们前面的比例去看，当地球还是一个12厘米的小球时，TON 618的直径会变成大约3760公里，差不多已经接近真实月球的尺度了。而在现实中，它的尺度大约相当于整个太阳系宽度的40倍，它的质量相当于660亿个太阳。说白了，这已经不是一个天体了，这是一个纯粹靠引力统治周围一切的怪物。但 TON 618还不是最大的黑洞，
更夸张的是凤凰座 A 星系中心黑洞，它的世界直径大约有5900亿公里。如果继续按那个比例去看，它会变成一个直径5500公里的球体，已经差不多和火星一个量级。它的质量接近1000亿个太阳。这种东西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，到现在都还是个问题。因为按正常黑洞一点点吞东西的速度，宇宙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把它喂到这么大。但黑洞再大，后面还有更夸张的，因为接下来轮到的是星系。我们所在的银河系直径大约10万光年，光一年能跑多远？大约是 9.46万亿公里。所以10万光年就是一个大到几乎没法靠直觉理解的数字。如果地球还是那个12厘米的小球，那银河系已经大到接近现实中的整个太阳系尺度。也就是说，从这里开始，前面所有你还看得懂的球和星都开始失去意义了。而银河系还不算大，仙女座星系的直径大约22万光年，差不多是银河系的2倍。再往后还有 IC 1101，它的直径大约有400万光年，一整个银河系放进去都显得不值一提。但更离谱的还不是单个星系，而是由无数星系连起来的巨大宇宙结构。比如奎普，这是目前已知最大的连通宇宙结构之一，它的跨度大约有13亿光年。它不是一个球，也不是一个规整的天体，它更像一条在宇宙中延展开来的巨大绳索，由一串又一串星系团连接起来。如果硬要形容，它看起来更像一套横跨宇宙的神经系统。它的总质量相当于20亿个太阳。而且这还没到头，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名字更夸张的东西——五仙北冕座长城，它的跨度大约有100亿光年。什么概念？差不多占了整个可观测宇宙直径的 10%。如果前面那些恒星、黑洞、星系还只是大，那这玩意儿已经大到开始挑战科学家对宇宙形成的理解了。因为按现有理论，宇宙诞生到今天，理论上都不该有足够时间形成这么大的结构。可它偏偏就在那里。讲到这里，你会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。前面我们一路从地球、木星、太阳、参宿4、超大质量黑洞、银河系，一直比到横跨100亿光年的宇宙巨强。而地球从头到尾都在疯狂缩水，缩到最后，它已经不是小球，不是灰尘，甚至不是一个点。它只是一个几乎可以被彻底忽略的存在。宇宙最震撼人的地方，有时候不是那些东西到底有多大，而是你一路比下去以后，才会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我们一直觉得很大的地球，在真正的宇宙尺度面前，竟然能小到这种程度。而这还只是我们目前已经看到的部分。在可观测宇宙之外，也许还有更大的结构、更夸张的天体、更难理解的东西，正安静地待在黑暗里。只是今天的我们还没有看到它们。我是老马，咱们下个宇宙见。